2015年1月18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播出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位于俄罗斯克迈罗沃州梅日杜列琴斯克的一间警局里，似乎拍摄到了某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报道中出现的影片。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梅日杜列琴斯克警局地下室的一间囚室内的监视器所拍摄的。在这段录影的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团如同烟雾般的物体出现在了这间囚室的长椅上。紧接着，这里的看守在发现这一幕后，他立即来到了这间囚室内查看，但似乎他却并没有发现异常。但这团烟雾却仍旧在囚室内游荡，他甚至有些时候还走到了这名看守的身后。可是这名看守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这里检查了一番后便离开了囚室。此时的时间是当日的凌晨5点左右。那么这团诡异的烟雾会是什么？对此，记者采访到了当时这名进入囚室的警察，但他的回复却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甚至这名警察还仔细地查看了这台监控器的四周，但仍旧没有找到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东西。对此，这里的不少工作人员认为，这团看上去就像是雾气一样的黑影，可能是多年以来存在于此的那个幽灵。据称，这里的很多警察都曾见到过它的出现。据这些目击者描述，这个黑影就像是卡通片中的卡斯帕那样，根本无法区分它的四肢跟头部，而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团细长的黑色烟雾，因此它在这里也有了警察卡斯帕的称号。可是他却从来也没有在地下室出现过。也有工作人员认为，这团奇怪的烟雾可能是一名死在牢房内的囚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曾抓捕过一名醉酒滋事的犯人，当时他便被暂时关押在这里。但夜间11时左右，这名囚犯却因过量的饮酒导致他的心脏骤停，死在了牢房内，所以他们才在这里的各个房间安装了监视器来实时监控这些囚犯，从而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看起来这里的过去的确出现了很多令我们感到困惑的事情。Number 8。近日，不少 TikTok 用户声称，他们在这项名为 AI 漫画滤镜的新功能中，发现了某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项广受大家喜欢的功能，它可以将你拍摄到的实景相片转换成为一张如同卡通般的漫画。但 TikTok 的这项功能现在却被大家用来检查家中是否存在着幽灵。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由用户 Night Brother 所分享的这类影片。看上去这项功能似乎真的能将房子里的这些场景变成一幅卡通风格的图画。然而，当这名 TikToker 来到他家阁楼上的这个房间开始拍摄时，这一切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此时，我们可以看到空无一人的房间内，一个卡通女生的形象却出现在了这张床上。尽管相片中并没有人物的出现，但该程序却将一个人物添加在了这里面。随后，这名 TikToker 又来到了洗衣房内测试。但相同的情况却再一次的出现了。如果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这名 TikToker 那里，或许我们可能会将它定义为是他的手机出现的故障。然而在这个平台上，却有不少人声称，他们也在使用这项功能中发生了这样相同的情况，就像是用户 Frankie Rose 拍摄到的这些相片那样。据这段影片的分享者讲述，当晚他在看到有人发布了关于这项奇怪功能的测试影片后，他决定自己也来试一下，而这段影片则是拍摄自他工作的这家疗养院内。分享者介绍他工作的这家疗养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的初期，最早这栋建筑是作为修道院使用的。从他分享的这段影片中，我们同样的看到了那些空无一人的场景内出现的这些奇怪的人物，
但最奇怪的是，这些卡通人物的着装似乎就像是某种修女的服饰那般。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用户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也拍到了这样的相片。那么 TikTok 的这项功能真的能侦测到幽灵吗？还是这只是程序本身出现的问题呢？ Number 7. 2023年1月23日，不少观众在这篇 Sporting News 的报道中发现了这样奇幻的一幕。我们先来看一段报道中出现的影片。你看到了吗？当格林在拿到球之后，我们并看不到他将球传给汤普森。随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他的队友在从格林身后跑过时，他的手中却突然多出了一颗篮球。这看上去似乎非常的不可思议，而这也就是不少观众对于影片中出现的这一幕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们留言说道 ：NBA 联盟对于球员使用魔法这一行为是禁止的。甚至是斯坦福大学的 AI 人工学博士 Adam W. Harley 也感到了困惑。他利用计算机模拟出了这支篮球当时的行动轨迹，试图从这里面找到答案。但很显然，这次他的超级计算机也并没有能帮到他。那么刚刚的这一幕真的是那名球员在赛场上使用的魔法吗？或许我们只需要找到另一个角度拍摄的摄影机，便可以得到答案。但这似乎也没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在翻看了不少这段赛事的录影后，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使用的相同的一段影片。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在 NBA 官方的推特上找到了答案。这是另一个角度拍摄到的画面，虽然这个答案或许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它不得不让我们惊叹这位球员的球技之高，甚至在调慢这段影片的播放速度时，我们都很难看出他传球时的动作。Number 6. 2019年9月23日，一段引起人们热议的影片出现在了阿利坎特广播公司的第6新闻频道。它让不少观众猜测，这艘躲藏在乌云中的神秘飞行器，此时是否正利用雷暴天气为自己充能。在这段雷暴袭击阿利坎特市的影片播出之时，它就被当地一所大学的老师大卫·古铁雷斯罗卡注意到了，并怀疑这里的高空中存在着一个可能要比雷暴更为可怕的东西。于是大卫联系了这家电视台，并拿到了他们当时拍摄到的那段原始影片。这就是他的发现。一开始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它，但通过大卫在这段影片里对它的标记，我们可以发现躲藏在乌云中的这个发光物体。在此之后，便有了影片开始时的这种理论。不少幽浮研究者猜测，这个神秘的飞行器此时是否正在通过雷暴释放出来的某些物质为自己补充能量，例如电能，又或是雷暴发生中产生的其他一些东西。而其实这种猜测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22年7月，美国举行的国际 UFO 大会上，一张从威斯康星州拍摄到的相片中，同样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而这起发生在阿利坎特市的目击事件，据称也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重视，他们已经对该事件开始了调查工作，但目前为止，官方还未对此发表过任何说明。Number 5. Sí, muchísimas gracias, Silvio. Ya nos encontramos en el interior justamente. 2018年10月12日，巴拉圭国家电视台第9新闻频道播报了这样一起发生在首都亚松森市的谋杀案件，而这起案件的现场却刚好出现在了这间被当地人称之为德菲尼斯恐怖屋的建筑内。这栋房子最早是由该国著名的医学博士马里奥·路易斯·德菲尼斯在1935年时修建的，但不知何种原因，似乎德菲尼斯一家在这里住的却并不顺心。接二连三的变故让这个富足的家庭很快落入了贫困。据说在德菲尼斯博士死后，他的妻子甚至需要求助于慈善机构才能勉强度日。
最终，这栋建筑在几经转手后，也被它的主人遗弃在了这里。而在随后的10几年里，这栋建筑甚至曾被当地的黑帮私自占用来从事一些犯罪活动。2018年8月4日下午，当地警方接到这里的居民投诉，这所房子的四周散发出了某种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随后，他们展开了对这里的调查。当警方破门而入时，却在这栋建筑内发现了5具被害者的遗体。这些被害者是当地的黑帮成员罗达斯和他的2个年仅只有4岁的孩子，以及罗达斯的父母。据警方调查，这一切的起因是由黑帮内的争斗所引发的。凶手是一位22岁、名为布鲁诺·马拉贝尔的男子。随后，摄制组来到了案发现场，他们通过直播的方式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讲述了这起案件的整个犯罪过程。然而，当这名记者穿过院子来到了这栋建筑内时，他们的收音设备却在这里捕捉到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Porque otro de los cuerpos justamente también se presumía que se encontró en el fondo, hacia donde nos estamos dirigiendo en estos momentos, ya en el fondo de la casa también. 当记者在院子里向大家介绍这几名遇害者当时所在的位置时，背景声中却突然传来了一些尖锐的喊叫声。Porque otro de los cuerpos justamente también se encontró en el fondo, hacia donde nos estamos dirigiendo en estos momentos, ya en el fondo de la casa también. 通过这段增强后的音频，我们可以更明显地听到背景声中的那些声音。但奇怪的是，当时这名女记者似乎并没有听到这些喊叫声，她还在继续带着摄影师去往下个遇害者所在的位置。随后，这起事件也在当地被快速地传播开来。很多人猜测，或许这就是案发时现场那些受害者发出的嘶喊声。由于这栋建筑的那些可怕的历史，目前它已经被当地的一家教会所接管。每个礼拜，他们都会在这里举行弥撒。或许人们正试图借助这种方式来释放这栋建筑里存在的怨念。Number 4. 2023年1月17日 ，TikTok 用户Tajishun 分享了这样一段自家监视器拍摄到的录影。当天夜间10点左右，这家的女主人走出家门，她来到了自己的汽车前取东西时，却被一个不速之客在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进了他们的家里。当女主人离开她的房子，走向汽车时，我们可以看到不远处树林附近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烟雾，快速地来到了她家门前的步道上，随后便进入了这栋房子里。据分享者讲述，当他们在发现这一幕时，这对夫妇都感到了不可思议，因为当晚家中就只有他们2人，而且此时男主人正在1楼的客厅里看电视。分享者解释道，如果这时有人进入了他们的家中，那么他一定会发现这一点的，但显然他当时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对此，就有观众注意到，这个烟雾般的人影是在经过了一个转角后，才直直地进入了这所房子里的，而且他移动时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刚刚经过了这里那样，所以他猜测那是监视器出现的某种故障造成的这种情况。或许这段影片的分享者正在利用一段故障录影来迷惑大家。但分享者却解释道，他的妻子在出门时是将房门关闭的。这一点，我们似乎通过女主人在离开房子时的动作就可以发现。但这个白色的烟雾在进入房子时，却并没有开门的这一动作，而是直直地穿过了这里。所以这也成为了令大家最为困惑的地方。Number 3. What the f is that? 下面这段由 Reddit 用户 Solarboy 分享的影片，让他的观众们怀疑外星生物是否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2023年的1月9日，正在睡梦中的这名女士突然被窗外的一阵强光惊醒。当她来到卧室的窗前时，她却在这里的上空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物体。What the Bro. 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在当日清晨5点13分时发现的。此时，这个神秘的飞行物似乎正在悄无声息地在这里寻找着些什么。
它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从这个物体上发出的强光却照亮了这片区域。随着拍摄者将画面放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奇怪的飞行物上似乎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光点。这次的目击事件发生在德克萨斯州雪松公园的附近。据分享者讲述，当时的这一幕将他彻底的吓坏了。他本打算出门来到院子里查看，但他又怕会遇到什么危险，所以他也并没有这样去做。而当日清晨的这一幕也让他再也无法入睡。在他的这段影片被分享在了网络上之后，有不少当地的目击者声称，他们在当天的清晨也发现了这个神秘的飞行器。还有目击者分享了当天他们在这个物体飞过自家上空时拍摄到的相片。在此次的目击事件发生不久之后，一位名叫米克维斯特的幽浮爱好者将这些他找到的目击者的位置标记在了一张地图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当晚的飞行轨迹。虽然如此，但奇怪的是，对于此次的目击事件，我们却并没有找到关于它的任何报道。 Bro. What the hell? Right there? Number 2. 很多观众认为，接下来的这段影片很可能证明了历史上真的出现过时空穿越者，而它可能是证明这些旅行者存在的最好证据。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饱受争议的影片中到底出现了什么。这是一段1980年美国某电视节目中播放的片段。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看上去似乎并无异常，一群年轻人在舞台上表演着当时一些比较流行的节目。但就在摄影机转向台下的观众时，这名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孩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手中拿着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一些观众认为她当时正在使用着一台智慧型手机进行拍摄，而一旁的这名身穿浅蓝色衣物的小女孩似乎也对她拿着的这个东西感到了好奇。而这段影片看起来的确让人感到了困惑。要知道，第一台智慧型手机是在1993年时才刚诞生的，它是由 IBM 公司生产的，而且那时的这种设备也并没有拍摄功能。那么影片中的这个孩子为什么看起来就像是正在用一台现在我们常用的手机进行拍摄一样呢？所以这也使得很多观众认为他可能真的是一名时间旅行者，或许此时他已经成功的回到了自己年轻时的世界里。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细心的观众注意到，这名穿越者与我们今天使用手机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他在拍摄完成之后还将手机立了起来，就像是正在检查刚刚拍摄的这段内容。也有观众猜测，这可能是一台微型照相机，又或者是数位相机。可是，在80年代的相机，在拍照之后是无法直接查看的，因为那时的相机多是使用底片进行记录，他们必须送去冲印才能看到自己拍摄的内容。而至于它是一台数位相机的这一猜测，似乎也并不正确，因为当时这种相机是长这个样子的。看上去，这将是又一段令我们感到困惑的影片。或许在未来的几十年后，那时的人们也会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物品想象成只有在他们那个年代才会出现的东西。那么，或许在那时，我们其中的某一位也会成为他们眼中的时空穿越者。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位于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市有一处修建于1599年的地下墓室，当地人将这里称之为加布浅会地下墓室。在这处墓室的使用初期，它只被允许存放那些离世了的修士的遗体，教会会将埋葬于各地的修士的骸骨收集起来安葬在这里。但在此期间，他们却发现了一些并不寻常的现象。在这些修士中存在着几十具保存完好的大体，有些死者看上去就像是昨天刚刚才被下葬那般，身体丝毫没有出现腐败的情况，这让当时的人们感到了惊讶。而直到1570年时，加布浅会为了感谢弗朗切斯科生前所为教会做出的贡献以及慷慨的资助，他们将弗朗西斯科的遗体也安葬在了这里，而他也是这里的第一位没有修士身份的居民。起初，这所教会
只接受对于他们做出贡献的死者的遗体。但逐渐的，这里也向一些穷苦、付不起安葬费用的当地居民开放。多年以来家不遣会的这处地下墓室，也成为了约有8000多名死者的长眠之地。不仅如此，这里还按照性别以及社会等级的划分，存放了1200多具木乃伊，他们穿着生前最喜欢的服饰。有些死者的后人甚至会在定期使用一种特殊的药水来为他们擦拭身体，并为他们更换衣物。虽然大多数的死者都是穿着他们离开时的服饰，也并没有人帮助他们更换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衣物也变得不再光鲜，但从他们的身上还是能看出此人生前的衣着品味跟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时尚潮流。而这些木乃伊中最有名的，则是一个名叫罗莎莉亚·伦巴多的孩子。他出生于1918年12月的西西里岛，在1920年12月2日，也就是他生日的1周前，致命的流感却将他从父亲的怀里带走了。此时也正是西班牙大流感爆发的高峰期。爱女的离世让父亲马利欧·伦巴多痛心不已，他始终无法面对失去女儿的这一现实。马利欧一直不肯将罗莎莉亚的遗体就此埋葬，于是亲友们只能将她介绍给了西西里巴勒莫市的著名的防腐医师阿尔弗雷多·萨拉菲亚。这位萨拉菲亚医师在常年对于尸体的研究中，他掌握了一种特殊的防腐技术，而他在听说了这个故事后，也被马利欧的这份真情感动到了。萨拉菲亚医师在几次对罗莎莉亚的遗体检查后，最终才决定帮他们进行防腐处理。随后他便被安葬在了家不遣会的地下墓室内，而他的父亲还特意为他定制了一只带有玻璃的棺木，这样他就可以透过这面玻璃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儿了。据称，他的父亲马利欧在临终之前依旧坚持定期来这里探望他，而罗莎莉亚·伦巴多也是家不遣会修道院地下墓室最后的一批安葬者。直到1930年时，这里已经完全停止了遗体的接收工作。在1个世纪之后，他与这里的大多数死者不同的是，罗莎莉亚的遗体依旧保存完好。不仅她的皮肤与面部看起来栩栩如生，她的内脏以及各个器官在 X 射线扫描下得出的结果显示，它们仍旧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这个一头卷发、头戴金色蝴蝶结的可爱孩子，就像是睡着了的小公主那般，静静地躺在她的棺木之中。她让人们丝毫察觉不到此时身处墓室之内的恐惧。而最奇怪的是，据很多人讲述，白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眼睛睁开时的样子，甚至是在这一传闻的初期，这里的工作人员也都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利用延时拍摄技术，真的拍摄到了他眼睛睁开时的模样。而这一现象，直到意大利的科研团队到此之后，谜团似乎才被解开。他们经研究后得出，这可能是由于早晚空气湿度的不同所造成的。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罗莎莉亚的灵魂仍伴随着她的遗体，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她的父亲下一次的探访。